空油桶别扔了，扔了等于扔钱，用来养花、种菜，漂亮又实用，亲戚朋友都羡慕。温馨的家里面，有些人喜欢养花，有些人喜欢种菜，不仅好看，还老有所获，真是一举两得。养花种菜不一定非得买盆，家里废弃的空油桶，下次别扔了，稍微一处理，比买的好用好几倍，干净又实用，全家人都称赞这个主意好。大家好，我是花花，今天带来一期园艺 DIY 的内容，希望能帮各位花友省点小钱，也带来一份动手之后的成就感。1. 空油桶 DIY。 1. 空油桶种蔬菜。在小阳台上种点小蔬菜，吃完一茬割一茬，省钱健康，关键是超级有成就感。蔬菜1. 蒜苗。家里囤的大蒜放不住了，容易长芽，不妨将它们种起来，长成蒜苗，蘸酱炒菜都好吃。容器当然也不用买，用空油桶就行。将油桶清洗干净，用电烙铁在桶壁上烫一些大一点的孔洞，能让大蒜穿过就行，密一些也没关系，不会影响生长。桶里装上土壤，可以是原土加沙子，透气性佳又有营养。然后将带皮的大蒜插入孔中，保证土壤覆盖住蒜的底部，浇上透水，放在光线明亮且温暖的位置。不出几天，每个大蒜上都会长出嫩绿的蒜苗，收割完一茬还会继续长，能吃好几茬。蔬菜2. 生菜。生菜无论是蘸酱、凉拌、清炒还是涮火锅，都是不错的选择。而且种植很简单，用家里的空油桶撒上种子，1个月就能长起来。将空油桶切去上半部分，只留下下半部分，底部烫上几个透水孔，先铺上一层疏松透气的土壤，再撒上一些底肥，再填上8分满的土壤，然后上面撒上一些生菜种子，覆上薄土，淋上水，放在光照充足的位置。大约1个多星期，生菜就会发芽长出来，此时去掉一些瘦弱的，1个桶里留下4、5颗健壮的小苗，平时多晒太阳，及时浇水，3个星期后就可以吃上自己亲手种的生菜了。2. 空油桶种花。花卉1. 太阳花。用空油桶种太阳花是不错的选择，一是油桶空间大，二是透明的油桶可装饰性强。一些大神用空油桶种出一面太阳花墙，喜欢的小伙伴可以效仿一下。将油桶一分为2，留下下半部分，用电烙铁在底部烫一些孔洞，方便后期土壤透气和排水。然后往桶中装入疏松透气的营养土，提前剪一些太阳花枝条，扦插在土壤中，尽量插密一些，后期才容易达到花开爆盆的效果。扦插完成后，用喷壶浇透水，放在光线明亮的位置养3到4天，然后如果枝条挺实，不歪斜了，再移到光照充足的位置养护。大约10天的时间，太阳花就会零星的开花，继续充足的光照，盆土干透浇水，花会越开越多，越开越漂亮。为了美观，可以多准备一些油桶，都种上太阳花，表面喷上自己喜欢的颜色的油漆，固定在墙上，它们便化作了一面面美丽的花墙。花卉2. 多肉植物。谁说多肉只能养在小花盆里，用普通的空油桶一样能养出逆天的颜值。在油桶壁上按照自己喜欢的规律烫一些孔洞，洞和洞之间要留有4-5厘米的距离，目的是给多肉一些生长的空间。孔洞的大小以能插入1颗多肉最佳，然后提前将颗粒土加入一些水，搅拌成微潮的状态，装满油桶，然后在桶壁的空洞里插入同一个品种的多肉。插入前，多肉要提前修根，这样可以更快更好的浮盆，然后确保根系埋入土壤中，放在阴凉通风的位置，等待其浮盆。2周后就可以移到光照充足的位置养护了。3. 空油桶沤肥。肥料1. 果皮水。吃橘子剩下的果皮，泡一泡制成酸水，用来浇花，可以调节土壤的酸碱性，补充养分。有空油桶这样的容器就太方便了。将油桶清洗干净，橘子皮撕成小块，放在油桶里，加入3至5倍的清水，浸泡24小时后就可以替代水来浇花了。经常使用酸水浇花，土壤不易碱化、板结，叶子也更容易保持油绿的状态，不暗淡、黄叶。肥料2. 营养土。有了空油桶，我们还可以利用家里的厨余垃圾来沤制有机营养土，不用花钱，还特别好用。
剪去油桶上方1/4的部分丢掉，在底部先铺上一层原土，再放上一层水果皮，比如苹果皮、香蕉皮、橘子皮等，也可以是菜叶，比如生菜叶、白菜叶、油菜叶等，再加上一层营养土，然后再放一层厨余垃圾，如此反复直至桶9分满，再用淘米水浇透，用塑料袋扎紧，放在温暖的环境中沤制，大约1至2个月，营养土就沤制好了，调拌均匀后就可以直接养花了。用这种方法沤制的营养土不仅疏松透气，还富含腐殖质，养花连底肥都省了。除了油桶之外，家里还有一样废物，对于园艺爱好者来说也是宝贝。无论是植物的扦插繁殖，还是作为配土原料，都是1等1的好东西。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园艺 DIY 的第2种东西，泡沫箱，也就是保丽龙箱。现在我们收到的很多快递都是用泡沫箱送过来的，殊不知这个泡沫箱也是一个养花的宝贝。无论是完整的还是破碎的泡沫箱，都能在养花过程中发着省钱、好用的功效。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具体怎么用。泡沫箱 DIY 1. 泡沫板扦插。大家都知道，植物在进行水插的时候，把它放进去之后，插条的底端经常会触底，而这也会影响它的根系发育。所以，如果能让其整体漂浮在水面上，是不是就能够更加促进它的根系的生长呢？如果有了泡沫板，那么就可以在中间抠一个小洞，将插条塞进去，就能让它漂浮在水面上，这样根系生长就更加容易，而且整体的成活率更高，扦插效果更好。具体是怎么使用呢？相信大家也很清楚了。首先，我们要准备一些泡沫板，这些泡沫板不能太厚，如果太厚的话，也会影响枝条的发育。之后，我们把中间戳几个洞，就可以将植株深入。找一个大水盆，把它们放进去，水盆记得要及时添水，而且要保证水质的清澈，不能够出现浑浊现象，否则都会影响根系的发育和生长。还要注意，尽量不要放在阳光底下，因为阳光下水会吸热，水太热的话也不利于发根，而且在阳光的照射下，水盆里面会长出一些青苔，这样也不利于插条的生长和发育。所以大家尽量把它放在一个通风且温暖的环境中，这样它很快就能够长出新的根系，而且大家在水盆里也能够清晰看到它的根系生长状态。当根系已经生长的差不多时，那么就可以把这块泡沫板一掰两半，直接把植株插条解放出来，找到合适的土壤和花盆，就可以将它移栽进去，是不是非常简单呢？2. 泡沫箱垫底。养过兰花的朋友都知道，兰花对植料要求非常高，稍微不注意就会造成烂根的现象。这个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利用保丽龙箱来解决这个难题。具体的步骤如下：1. 家里快递剩下的泡沫都收集起来，用剪刀或是徒手掰碎，掰成小块，然后放在太阳下稍微晒一晒备用。2. 在给兰花换盆的时候，将泡沫块垫在盆底。3. 将修根后的兰花轻轻放入花盆中，让根系舒展，然后在盆里垫上大概1/3的树皮植料。4. 最后在盆面上垫上草炭土、河沙、腐叶土混合起来的营养土，之后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缓一段时间就行了。泡沫块垫在盆底，不仅透水透气，不会造成烂根，而且冬天的时候还能保暖，让兰花的根系不至于因为温度太低冻伤。而且泡沫非常轻便，对于那些住在楼房里的花友来说，盆底垫瓦片、砖块啥的，给它浇水的时候搬动花盆非常沉，而且材料也不容易得到，不像泡沫随手可得，住楼房养兰的花友非常友好。3. 泡沫箱种草莓。一些动手能力强的小伙伴完全可以利用泡沫箱种一些小盆栽的水果，比如小番茄、草莓、蓝莓等，能吃到自己亲手种的水果，不仅味道甜美，心情也是非常愉悦的。以草莓为例，和大家说明一下种植的方法。在播种草莓的时节，选择一些草莓幼苗，大概一个泡沫箱种植2株为宜。首先保留泡沫箱的盖子，并在盖子上挖出2个碗口大小的洞，目的是后续草莓从这里长出并结果。然后箱子底部再挖出几个排水孔，然后将其放置在庭院或阳台的向阳处。
随后将疏松透气的营养土填入箱子，覆盖上盖子，再将草莓幼苗移植到箱中。这里需要确保草莓苗栽种的位置是在盖子洞口的中央。大约1个月后，你会发现草莓苗已经长得生机勃勃，郁郁葱葱。此时你可以给草莓施加一些有机肥，确保水分充足，只需耐心等待3个月左右，便能够品尝到鲜红欲滴、鲜美可口的草莓了。这样的草莓既安全又健康，甚至可以直接食用，无需清洗。以上就是今天介绍的内容。喜欢我的内容，请点赞、关注并多多转发。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